金刚经能解决什么问题？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，不是修行人，可以让你福慧双修，达到最高的智慧，得无上正等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？它是佛学里面的一个特有名词，不能用才智、心智和聪明来形容，所以就用了一个无上。无上是什么？它已经是最高的了。你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，到这里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制高点了，在上面就没有智慧了。金刚经的第二个作用是化解人生当中工作、情感、生活、病痛等一切困扰，消除内耗。第三个作用，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人，可以破除一切的魔镜和妄想，能得无上大道，能帮你打通修行的最后一道关窍。金刚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？它是经中之王。第二个是万法归宗，贯穿一切哲学。现在正式进入到金刚经的第一品。第一品叫法会因由分，就是这个法会的因缘是什么？开篇叫如是我闻，如是就是是也不是，不能确定它是和不是，而是它本来就存在，它就是缘分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个事件，是一个因果的牵连。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写过一部经典，所有的经典都是由他的弟弟在佛陀涅槃后进行僧众的集结，大家确认无误，由他复述出他哥哥当年讲过的一些东西。这是一个阿难的回忆视角。如是我闻，我曾经听到我的哥哥讲过这样一个经，讲过这样一个内容，代表了一种谦逊，意思就是我听到的是这样。一时某一个时刻，佛法讲因缘，表示因缘际会的时候，金刚经才能宣讲出来。佛在舍卫国，表示佛在哪里，这是一个讲法的地点。其树即孤独园，意思就是祇陀太子捐的树，即孤独捐的园地。即孤独是一个长者，经常救济一些老人和贫困的人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即孤独捐给了佛陀一个精舍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一起出家修行的比丘众，可以理解为有很多人，有一些随常众，每天跟在佛陀身边。尔时表示下一个因缘。世尊时时，世尊是对佛陀的一个尊称。时时就是到了该吃饭的时候，着衣持钵，着着那衣，手持着这个钵，入舍为大乘乞食，这是乞食的地点。过去为啥要乞食？有一些因缘，主要是为了方便传法。第二个是帮众生去谋福田，在托钵的时候，给了别人食布施的机会。当你去布施的时候，你会种得福报，于其城中，在这个城中，次第乞已。什么叫次第乞已？就是在乞食的过程当中，不能因为一个人贫困就不向他乞食，也不能因为对方性格不好就不去找他，走到哪里就随缘，就在这个地方乞食，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还至本处，就是又回到以前经常待的地方。饭食器，吃完饭收一钵，吃完饭把那一和钵收拾起来，洗足以，把脚清理干净，敷座而坐，然后又坐回了平常打坐修行的那个位置。下面讲解第二品，叫善现其请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本次经的要义和目的，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经，叫开宗明义。这个经主体思想是什么？它要解决什么问题？时，就是某一个时刻，长老须菩提，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，在大众中，就是长者在众人当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。这是一种礼仪，面对自己尊敬的人和尊贵的人，他的一种礼仪的表现形式。希有，世尊，如来上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来是佛陀的尊称，说佛陀啊，你看你平时是这么护持我们的心念，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，叮嘱我们怎么去修行，怎么护持好自己这颗心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就是一个善信的人，佛度有缘人，你能够接受，能够有这个缘分，指的是这一部分人，不是指所有人。为什么不是男子女子？当一个人听不进这些话的时候，你无论怎么讲，现在都不是他开悟的时刻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，想得到智慧，想开悟的这颗心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发心去听你讲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可以讲法。没有发心就是不适合讲法。当别人不听你讲的时候，你偏要去讲，
他的认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，这种讲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还没有到机缘。应云何住？一个人发去修行，他应该把自己的心安放何处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怎么降服自己这颗妄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很妙。须菩提，如所说，就像你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这里说了一些佛陀的性格。首先须菩提上来恭维了一下，说你平时这么护念我们，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。佛陀说，对呀，我平时就是这样悉心照料大家，就是教你们怎么护持好自己的心念，让你们始终能够达到正心正念，能够达到菩萨那样的境界。平常别人夸赞我们，我们都会客气下，佛陀不会打妄语，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来面对所有人。这里有一个细节，为啥是菩萨而不是善信者？众生皆可成佛，只要护住心念，本来就是菩萨了。汝今谛听，你现在听好，当为汝说，听听我怎么说。当为汝说，当下缘分到了，我来为你解说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一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果一个善信弟子发愿修行了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，就是这样住，这样降伏其心。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求是的安住，就现在这样住，就现在这样降伏其心。为然。世尊，愿乐欲闻。当然了，世尊，我想听，愿闻其详。于是才有了后面的30品。金刚经一共是32品。如果须菩提听懂了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就看不到后面的经典了。须菩提也是这部经因缘的一部分。须菩提现在大概是罗汉这样一个水平，还没有到达菩萨，还没有成佛。下面讲第3品。金刚经第3品记录了一个宏大的世界，面对不同种类的众生，该如何自持？第3品叫大乘正宗分，从名字可以知道，金刚经属于大乘佛法。佛告须菩提，佛陀告诉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菩萨摩诃萨是一种阶位。那菩萨跟佛有什么区别？什么是佛？什么是菩萨？佛是完全觉悟、彻底解脱的人，他是如来之境已经毕业的最高觉者。众生即我，我即众生，跟众生、跟自然融为一体了，是无生无灭、不垢不净、不生不死的一种状态。那菩萨是一种什么状态？菩萨叫变异生死。当我们去寺庙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菩萨会有各种各样的化身，有千手千眼。这一世菩萨化身到了普通人家里来扮演妻子角色，又一世这个菩萨可能到了贫民窟来影响别人，甚至有个大法师，他发愿下辈子自己能做妓女，然后来去度化更底层的众生。比如在古代，有钱人都有妻妾，有些人可能就一个人生活，如果没有青楼，很难找到女的。古代女子都是深闺不出门，所以红尘中的女子也有可能就是菩萨。只要能帮助众生，就不在意什么身份。菩萨指正在修行、追求成佛的人，已经有觉悟，但还没有完全圆满。最大特点是发愿帮助众生，及慈悲心。在路上的觉悟者，边修行边帮助别人。所以菩萨在变异生死的境界里面，他有各种各样的化身。一个能够达到菩萨境界的人，他可以是公司老总，也可以是员工，回到家里是丈夫，在父母面前是个孩子，在孩子面前是父母。这就是见不同的人，显不同的相，但是那个道心不变，这就是菩萨的境界。菩萨和佛是在不同的维度显化成了不同的相，成佛了就是天人合一了。这个时候佛陀开始回答了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应该这样降伏其心。这个心就是妄想、妄念，这里的是为真理，如就是如不动，应该如不动，坚持真理，这样按住自己躁动的心。比如担心明年财运怎么样，这些都是妄心，得到了怕失去，得不到想得到，这些就是妄心。佛法研究的就是我是谁，死后在哪里，研究生死的智慧。如果连生死都没研究明白，就会有恐惧。就像心经里说的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。众生是什么？叫众缘所生，众是无量无边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缘分。世间万物，包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，
或者其他维度的东西，从哪里来的？佛家讲空，道家讲道，儒家引用周易讲无极，生太极，就是无可以生有，有从无中来。佛和道都告诉你，从道中来，从无极中来，从空中而来。那这个空是怎么回事？佛法解释就是一种因缘际会，一种缘而来，看得见的宇宙就是结果。我们都听过因果，就是这个因从空中而来，产生了结果。可以想象一下，本源想体验我是谁，是不是有原因了？然后无中生有，宇宙众生诞生了，反正就是有因缘。至于空和道是啥，不可描述，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可以把那个虚无起个名叫道，这个名字不是一直不变的，你也可以称为造物主。在这个时代，如果你去讲佛法，可能没有多少人听，大家更关心算命，关心术数，后面会有一些术数干货，比如紫微斗数、奇门遁甲，还有风水等。种善因，结善果，会术数就能看到未来剧本，想改命，又回到了佛和道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一切缘分汇聚到一块，分成了类别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。卵生就是鸡蛋里生出小鸡，一切需要孵化破壳而出的就叫卵生。胎生就是哺乳动物通过胎盘生出来的，小猫、小狗等。湿生就是在潮湿的环境下，鱼儿、发霉的东西。化生就是进化，比如苍蝇、蝉、虫子，化茧成蝶，从一个生灵幻化成另外一个生灵。若有色，若无色。色是什么？肉眼能看到的东西叫色，有色就是能看见的东西，无色就是肉眼无法观测的东西，比如空气，需要开天眼能看见的东西都是无色，存在但是肉眼看不到。存在即合理，影子就是有一个实体才会产生，叫投影。什么时候产生？就是缘分到了，有光线了，影子就产生了。若有想，若无想，有一些众生有想法，有大脑会思考，花草树木就是没有想法。若非有想，非无想。首先这个东西它不属于有想法的东西，它也不属于没有想法的东西。这是什么呢？因为没见过，所以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没见过不代表不存在，超越三维，可能在三维和四维之间的一种东西。都听说过头七，那个中阴身到底是什么？听说过养小鬼吗？也叫养蛊，本来要去投胎转世的，结果留在三维，但它的能力高于三维的，所以不建议养那种灵性的东西。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怎么降服其心？不管哪个空间的东西，能看到的这个阳间，还是看不到的阴间，我就是那个本我，使众生进入那个虚无的地方，不生不死，成佛了。那种境界可阴可阳，超越了维度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那个本我感觉度化了无量无边众生，其实把我的概念去掉，达到无我的状态，众生的概念就不存在了。只是我认为的众生回到本源，其实是同一个我，所以众生的概念是有执着心的时候，一直在轮回，回不到本源，回到本源，众生就不存在了。何以故？佛陀慈悲解释了下，为什么呢？告诉你原因。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佛下面是菩萨，菩萨下面是罗汉。如果一个菩萨有我相，就是还有自己的概念；人相就是他人是什么样子，同事是怎么样的，领导是怎么样的；众生相就是除了我以外，对宇宙万物的理解，包括看得见的其他人、动物、花草树木，还有看不见的东西，开天眼才能看见的东西，这些都是众生相。寿者相就是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昨天、明天，就是寿者相。比如还没结婚，就在想会不会离婚；生意还没做，就在想会不会失败。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就困在寿者相里。如果困在这些相里，就不是菩萨，连菩萨都不是，就不能降服这颗妄心。这一章是开宗明义。接下来讲第四品，主要讲了布施的重要性，如何布施，怎么布施才算有福德。第四品叫妙行无住分，复次须菩提，就是须菩提，听我继续讲。菩萨于法，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
菩萨怎么施善法？就是你的心不能安住在任何地方，行于布施。布施这2个字是佛法中的精髓。布施就是把自己的钱财分给需要帮助的人，散财得福。为啥给乞丐钱可以得到福报？因为你不求回报。孝敬父母也会得到福报，因为你也不求回报。不求回报的布施才会积累福报。比如你请人吃饭，或者送一些东西，因为会得到好处才会那么做，就不算福报。这就是1命2运3风水4积阴德5读书。为啥阴德福报特别大？你做好事不留名，别人不知道你做了好事，你心里就没想得到名誉，所以福报特别大。福报大了，财库就会扩大，因为福报可以显化财富，这样术数才有意义。大运好的时候，大胆投资赚的钱，比如投资黄金白银或者虚拟货币，这样财富就留住了。就是本来大运好，你能赚100万，如果财库没扩大，你通过紫微斗数看出自己大运好，大胆投资。大运好的时候，想法都是对的。比如你借钱投资，回报翻倍了，财库100万，你赚了300万，这样多余的财富可能通过其他事散出去，财库大了，财富就留住了。当然，你觉得100万够了，不需要300万，不积累福报也没关系，顺其自然，这个是有例子的。有人精通周易，比如去打牌，20年前的时候只能赚2000块，多了就不行了，按现在算，大概7000美元。一味的研究术数赚钱没有意义，只能赚小钱。这也是为啥命理师不是亿万富翁，大财靠命，靠福报，赚了不该赚的钱，会有反噬。行于布施，就是用实际行动去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布施。色就是眼睛能看到的，不能因为想看到什么才去布施，不会因为别人夸赞我2句，某一个声音去布施。香代表闻到的气味，味代表着味道。他请我吃饭了，请我吃饭的规格高不高？触就是触相，法就是法相，就是在布施的时候，不能执着于任何一种外相。今天送礼了，明天不给我办事，这人怎么这样呢？这是求回报，不是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何以故？菩萨应该这样布施，首先不住于相。为什么呢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如果一个菩萨不住相布施，不被外相所困，这样才能得到福德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福德是什么？是财富、名誉、地位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菩提，你怎么看呢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你往东边看，东边有边界吗？东边虚空多么广大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从东边入手？在周易八卦中，东边是正卦，东边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所以先从东开始。否也，世尊。意思就是东方虚空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就叫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整个空间是无边无际的，世界是广大无边的。否也，世尊。意思就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如果一个菩萨能够不被外相困扰，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并且不图回报，这叫无住相布施。这个福德就像虚空一样，无边无际的福德就来了。这个福德是不可思量的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主。身为一个菩萨来说，应该是行这样的法，应该是无住相，不断的去行布施，才能修得自己的福德，这才能够成为一个菩萨境界的人。一个菩萨境界的人才能够有智慧。下面讲第5品，什么是如来之境？如来的定义是什么？如来就是自性如来。第5品是如理实见分，就是把这个理通过一种表述的方式，让你能够感知到它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你意下如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意思就是须菩提啊，我之前给你讲的佛法，也就是道家说的那个道，普通人说的造物主，可以用身和相来见如来吗？如果宇宙就是本源的一个投影，宇宙就是一个影子，是一个虚相，人在宇宙里也是一个虚相，能用虚相身体去见如来吗？请问须菩提，否也，世尊。须菩提回答，我理解的如来是不可以身相来看到的，
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须菩提回答说，不能用身和相去见如来。比如一个人有一个影子，当你在影子里面看不到本人，你能以影子的身份去见到这个人吗？你必须也是人，知道影子是那个人的投影，你才能看见那个人。当你不知道影子是影子的时候，就是不知道宇宙是投影，是虚像的时候，是看不到如来的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讲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，就是如来所描述那个人的影子，并不是那个人本身。佛告须菩提，佛祖告诉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凡是你能理解的东西，你能看到的相，你能看到的所有投影，包括肉眼看见的、开天眼看见的东西，都是投影，皆是虚妄。虚妄是一种假象，所理解的一切都是假象，就是一切都是本源的投影。你在影子里面看到的都是假象，不是那个真实的人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如果一个人看到所有的相，知道这是影子，则见如来。这样的人才能看到如来的实相。理解起来就是，你看到影子不是这个人的时候，是这个人影子的时候，你就见到这个人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句话难理解，用人和影子比喻就非常清楚了。就是看到影子里所有东西都是虚相，看见影子不是这个人的时候，看见是这个人影子的时候，就见到这个人了，也就是见到如来了。下面讲第六品，在佛法的修习中，修行的办法只是在你过河的那艘船，真正要通达的是智慧的彼岸，不能错把船当彼岸。随缘取，随缘用，随缘放下。第六品是正信稀有分，正信就是说这个理念是不是真正的相信，有没有真的理解。如果理解，你就是世上第一稀有之人。须菩提白佛言，须菩提跟佛陀讲，世尊，颇有众生。世尊啊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众生，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如果听到了您讲的这些话，这些法，生实信否？他们会真的相信吗？会实信吗？会真正的理解？会去相信吗？佛陀这样回答的。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时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如来灭后500岁，如来就是指佛陀自己。如果有一天我涅槃了，后500年，还是后面很长时间，这里不做论述，因为那时候印度对数字不敏感，比如84000法门，无数无量无边，不可称，不可量，无有边。它是形容很多，这里的500年可以理解为，有一天我走了之后，过去了很多年，有持戒修福者，能持金刚经的戒，然后能修自己的福气的人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他看到这样的章句，就能生出来这份正信和信心，以此为实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当知是人，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。而且我知道这个人，他不是一辈子，也不是2辈子、3辈子，才有这个福气，能接受这样的实相，能接受这样的正法。这个人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经历了很多法，种下了很多种子和因缘，这叫善根。然后他才能够听到《金刚经》这么好的一个法，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他可能很多事，经历了很多困难挫折，开心愉悦，他最终种了无数的善根，这些全部都是种子。他经历的一切种子，都是为了引渡他来相信正信金刚经，也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智慧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尽信者，听闻见闻这样的章句，乃至他心里的念头，一念生尽心者，尽心也叫正信，真正的理解到了我说的智慧。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。须菩提啊，这些我都能看到，我也都能知道，请相信未来的众生，不管他经历了什么，他可能1天会相信，2天会相信，或者200年都不会信，这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最终我能看到，大家一定会相信《金刚经》里所说的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那这样的众生呢，我也知道他都能得到无量的福德。这里的福德能显化到生活，让你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，比如财富、美好的姻缘。人的财富、地位、幸福，全部都来自于他的智慧，来自于修行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因为所有的众生，无非是我，还有人，还有外界的一切众生，
还有无量无边的时间，无非就是这几种相，这几种相都不是实相，这些相都是影子，不是本身那个实体，甚至无法相。这个世界上连佛法都不是一个实体的法，因为佛法也是一种相，亦无非法相。有些人什么都不信，觉得佛法不存在，道法不存在，看不到的东西都不存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非法相。当你觉得这个不存在的时候，也是一种相，是一个虚妄的存在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呢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如果众生理解这个佛法，觉得这个智慧是用心能感受到，用心取到这个法，即为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，说明这个人就不是正信，没有明白今天说的是什么，因为他还是在一个我执和我见当中，他理解的那个心，是他思想意识里的那个心，不是真心，是他觉得佛法是心，那个心是他觉得的心，还是在着相。若取法相，即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，也就是佛法可以理解为法，但是不能执着在法上。如果你觉得讲的是佛法，并且你能告诉别人你得了佛法了，你告诉别人佛法是什么，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只能通过语言文字让自己感受到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佛法。佛法不是嘴巴言语。当一个人在寻觅佛法的时候，这个佛法就是他的我执和我见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如果你觉得佛法是一个叫非法的东西，那这个非法也是相。当你觉得佛法不是法的时候，还是这种我思、我执、我见，这是取了非法相，还是执着在了我人、众生、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所以说，通过语言传达一个让人意会的东西，不能以佛法来理解，也不能觉得它不是佛法。它是不是佛法已经没那么重要了，叫万物为我所用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因为这样的意义，所以我之前经常跟大家说，比丘就是跟着他出家修行的弟子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平时在说法的时候，我把佛法比喻成什么？把佛法比喻成筏喻。筏喻就是坐着船去过河的意思。佛法认为，一个有无上智慧的人，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他借助了一些法，这个法就是船，他借助了一些修行的办法，然后到达了彼岸，达到了彼岸的智慧。所以法是用来度人的，不管你修什么法，怎么理解佛法，叫万物为我所用，只要用这个法达到这个彼岸，达到这个智慧，得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就叫筏喻。当一个人坐着船渡了河之后，他已经达到这个智慧了，接下来就是法上应舍，应该马上把这个船的概念先放下，这个船已经不重要了，这个船是来渡我过河的，最终是要过河。很多人理解船是智慧，于是上岸了之后背着船走，因为他觉得这个船是智慧，何况非法，只要能渡过彼岸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，什么样的船，最终都是渡过彼岸。所以为啥说非法非法？因为法是帮助我们渡过彼岸的一个工具，不代表工具是智慧。那为什么又不能否定佛法的存在呢？因为没有这个船，我们就到不了彼岸。佛陀告诉大家，不要执着于过河之前的这个船，只要能渡你过河，这些都是佛法。所以说法应该被舍掉，那何况非法呢？这些无法渡人的船更应该舍掉了，连渡人的船都应该舍掉，渡不了人的船就更应该舍掉了。那个无法言说的智慧才是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下面讲第7品。对于佛学来说，很多人望而却步，其原因在于佛法无形无相，不可言说。佛陀在此段亲口否定了自己讲的法，佛法不浮于其表，色空不二。讲经是一件积功德的事。金刚经一共32品，这个视频讲7品，后面会继续出视频讲完。第7品是无得无说分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菩提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叶，如来有所说法叶。佛陀说，我有说过一个人或者是我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吗？我有得吗？众生有得吗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有说了一个法叫佛法吗？我有给你们说法了吗？须菩提言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说，
佛法非佛法。如果按照我理解您老人家的意思，您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定法叫佛法，叫无上正等正觉，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真正的法是不可言说的。我强调的这个事情，是激发你自己能理解这个法。我们看到的是影子，通过影子去描述这个本源。到底本源是什么？只有你自己看了，自己感受了，那才是你自己的东西。所有对影子的描述，都是相法，是表象。真正的佛法是要自己来感悟，它本来就在。佛法是不可言说的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。佛法不是一个要取来的东西，也不是用言语告诉你这个是佛法，你就有法了。你读了几本经，就说你修佛了，就说你成佛了，你得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得到，因为佛法不可言说。这个本源，叫道也可以，叫佛法也可以，这个本源一直存在，就是自性，它不需要被定义，也不需要具体的描述成什么样子，它才能称之为佛法，称之为道，而是它本来就在。它甚至没有逻辑，没有二元对立，没有对与错，连物质和能量的表现都不存在。佛法就是一个真我，就是一个本我，非法，非非法，它不是法。但是你要觉得没有这个法，那也不对。通俗讲，能用语言说的就是描述这个影子，它不是本源。你要觉得本源不存在，肯定不对，因为它一直存在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？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是被封为经中之王的一个句子。这个法存不存在都无所谓，描述这个影子存不存在都无所谓。你可以觉得描述影子是法，通过描述影子让你修行得度。贤圣就是追求的一种智慧，一种境界。一切有智慧的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他们本质都一样，他们用的都是无为法。无为法能够生万法，就是要把自己先放空了，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些都不是自性本身，也不是法的本身，也不要否定这些，随缘取，随缘用，随缘放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管是取还是用，还是放下，每一个点都在因缘之内。当你无为的时候，就不会被这些点所限制。不管修的是佛法，还是道法，还是儒家法，还是兵法，还是某个老师的学术课程，还是玄学武术，一切的东西都因为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差别只是方法不同，用的东西不同，到最后都是要放下，要回到这个无为。这些都有差别，但是所有的贤圣都不拘泥于是佛法，还是道法，还是什么别的法，是什么法都不重要，内在根本是无为法。通俗讲，无为法就是本源。看到的宇宙，不管阳间还是阴间，都是本源投影。道家怎么描述影子，佛家怎么描述影子，都不重要，只是方法不同。当你到达彼岸，看到本源了，看到造物主了，知道宇宙是一个影子的时候，你就回到了这个无为，回到了本源，达到了如来境界。为什么讲经、读经、抄经、修持能够缓解内心的执着？每一个人都要觉悟，万物最高目标是觉悟。后面持续更新，请大家关注。